欢迎两位哈。你好。这小片看完是你想分手是吧？对。你不愿意分，对不对？话不是这么说的。哦，那怎么说呀？就是这个分手是可以的。可以的。但是吧，就是不能从他的嘴里面说出来而已。哦，就您说就行，他说就不行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好，这咋认识的呀？我们俩开始在健身房认识的啊。他那阵儿正好和上一任男友失恋了啊，就跟我认识了。完了，他那阵儿正好毕业需要找实习单位，我这边有一个朋友正好开广告公司，我就给他介绍进去了啊。完了，一来二去就认识熟悉了。您在健身房干嘛呢？健身是吧？对。啊，两个人都喜欢健身。对。然后他给您介绍的工作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对。然后呢？那个时候我刚分手嘛，不是啊。我前男友就是那种。怎么说？就是肯定比他要高，比他要帅，还要年轻的，对吧？但是吧，就是因为自己在那边受了情伤，就是那个人就是完全就是一点话不听我的，就是完全就是我追赶着人家哦，然后到这儿来，他就是会听我很多事情哦，然后感觉到很舒服，就说那就试试吧啊，然后就在一块儿了。这个听话是吧？对。怎么听话呀？他都要求您完成一些什么任务啊？他这从小喜欢看那个偶像剧，所以说他就一直生活到他自己的世界里边啊。完了，他就对我提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。比如说什么要求奇怪呢？比如说，我这手机铃声本来是很一个正常的声音，完了调制成他自己给我特别制作的那个魔性的声音了。魔性？什么样叫魔性呢？这个其实就是那种笑声。啊，就是我专门自己给他专门录的，看见吗？就是这个，你们不感觉这个就是特别的新奇、独一无二吗？再放一遍。你的小公主来电话了，这个是我自己单独为他录的，世界上就这一个，然后是，我感觉绝版。对他应该会感到很开心、很幸福，然后他在这儿跟我说了一堆他的苦恼，就是我理解不了。不是，你们办公室那些老同志的心脏都好吗？相当不好。这就是我想说的。他们听到这段魔性的声音之后有什么反应呢？对我指指点点，背后议论纷纷。这就是确实独一无二，但是在一个社交环境里面，这个显得突兀了一些。你能理解吗？就是他的苦恼啊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说，把我这个手机微信头像设置成他的大头贴。不是，我长这么好看，当微信头像不能吗？可以。而且我同学他们都可以，为什么他这就是不行？他这设置完以后，我那手机里边同学同事好几个打电话过来了，说这微信还是不是你啊？弄得我生活上有点紧张了啊。他们岁数稍微大一点人转不过来这个弯儿，你知道吧？懂吗？不懂。我就想跟他商量商量，我说能不能适当的换成别的样式的？他完了说，最后也同意了，也就是说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哦，那还行，你看人家也通情达理啊。还有啥呀？还有就是说这个平常我们俩去逛街的时候，时不时的要求我给他来个公主抱。那个不是因为我穿高跟鞋脚累了吗？而且大街上我见人家男的都可以抱，为什么你这儿就是不行呢？大街上大庭广众的地方抱你感觉雅观吗？人家都抱，人家觉得不雅观，难道？我这身段抱不动啊。那你健身房不就白去了吗？你费那钱干嘛呀？我去那健身房也不是为了专门练你这公主抱去的呀。那你费这钱干嘛去啊？还不是留着呢。看个主持人就这么不讲理，我也没办法。还有别的呢？啊。就说那个平常我们俩上街散步的时候，就说有的时候碰上雨天他这不是因为从小喜欢看这个偶像剧嘛，所以说就比较喜欢有情调，说下雨天别打伞。这总不打伞，我感觉时间长的话，身体不受影响嘛。下那雨不大，就是一点毛毛细雨儿。然后我一个小姑娘没说生病不生病，然后你个大男的在这跟我说什么生病啊？你这不是就追求那个浪漫吗？但是你再浪漫，你不都得面对生活中的现实吗？但是我现实生活中我特别苦，浪漫一回感到甜，怎么了？以前我说过了。挺有意思的啊。这年轻女孩有意思吧？有意思啊，见识了另外一个世界哈，受得了吗？开始还受得了，逐渐的有点那啥。所以去健身房好好健身，别瞎聊天，你知道吗？
就是没好好健身，你要不聊天没这事儿了吗？你把他放过得了，老年人都说了，抱也抱不动，鱼也拎不动，你就给他放了不就得了吗？你跟他说分手，你不要他了。但他听我话呀。啊，行。除了这个身体上咱吃不消，还有什么吃不消的呀？还有就说这个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这比他大10来岁啊，所以说跟他同学面前总吹说我是有这个自己的创业公司哦。完了那个有一天他那个要求我去他宿舍楼下面接他，还要求我穿身西服跟同事借辆车啊。那段时间我那几天都比较忙，哪有时间管这些细节呀？情急之下我就扫了辆共享单车过去了。完了到他那楼下，他可好，跟我又吵又闹，想让他吃饭呢，他死活不干，还一下子把我推到车下边去了。我为啥推你？你自己没点数吗？主持人，他那天骑着车子，先不说脏不脏的事儿，自己刚下班灰头土脸，压根没有打理好自己就来了。然后我跟我同学说我男朋友有车有房，然后你这样过来，我同学全在楼上看着呢，然后你这不啪啪给我打脸吗？那他有车吗？没有啊。那他有房吗？有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但是他那天说好没车，你为什么说有车呢？我最起码我得告诉我同学，我找一个比我大的，最起码有能力，对吧？我总不能找一个比我大的还没有能力的人，我同学该怎么看待我呀？怎么看待你啊？肯定觉得你没什么能耐，但是我有，我学校是有人追的。你不就找了这么你一个你看不上的吗？面对现实呀，姑娘。我是看不上他，但是吧，他听我话就行。行。自行车给推倒了是吧？我推他，然后我就轻轻一推他，他就倒了，没站稳。对，他就觉得我用劲儿大，然后全怪在我身上。对，这事儿后来怎么着了？后来他道歉呗。你道歉？那没办法呀。你道什么歉啊？我错了呗，让他生气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干嘛呀你？那既然跟这小女生处对象，那就多让着点呗。行，后来呢？后来的这个还有一回，那个还是他请朋友吃饭，提前完了培训我，让我背那个喝红酒和背如何打那个高尔夫球，这些我也完成了。完了最后从 KTV 唱歌出来以后，一下子就花了好几千，我到现在还一直别扭呢。你一直记得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？一次花的连你1/3都没有，你每个月给你前妻打一点钱，我说什么了吗？那我跟我前妻这不是说离婚以后从道义上讲还是朋友嘛，所以说我适当帮帮，我这边也放心呐。但你1年多了，你每年都在打，你俩压根都已经离了婚了，法律上也没有关系了，房产什么都已经分清楚了，你干嘛还要给他打钱？他一辈子要没有本事的话，你养他一辈子呀？那谁也不能说谁就一辈子都不好啊，有好的时候啊。那我要给我前男友打钱，你同意吗？我更不乐意。那你能给你前妻，我就不能给我前男友，为什么？我为什么呀？你挣钱吗？我最起码我有点生活费的呀。不是谁给你的钱啊？父母啊。对呀。再加上我也会打点零工的呀。你拿你父母的钱给一陌生男人，你觉得可以吗？那他也是陌生人了。那是他的生活，你现在是他什么人啊？女朋友。不就跟女朋友吗？法律上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。就干预人家的生活，真听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差不多就得了。这个请他同学吃饭需要花那么多钱啊？那没办法呀。为什么要背高尔夫呢？你带他们去打高尔夫了？没有。那背个高尔夫球杆有什么用啊？这不他要求的吗？啥事都得听他的呀。他背的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，就入门的知识，然后最起码你要告诉他们你会就行了。你也是糊涂啊。还有啥事儿你受不了？还有在生活中他还比较粘人。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他这总要求手机视频啊，一般这个手机视频的时候都1至2个小时。其实这我感觉也很正常，但是说他这个方法我感觉挺奇特的。他那边手机完了正着扣着，我这边手机正常开着。他想看我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看我。完了我想看他呢，还得提前跟他说。我在女生宿舍呢，我总不能一直摄像头对着我，我室友怎么办？人家有点隐私，我得挡着呀。最起码你想看我，你告诉我一声不就行了吗？又没说不让你看。这个说的有点道理哈。还有更过分的呢。啊。这回他那个放假回家以后，感觉着跟我手机视频不方便了，就要求那个在我家里边安个摄像头，说看着我有安全感。我感觉他可能一时兴起吧，我就安吧。
这回安完以后，他就正好放假结束了，就回学校了。完了还跟我说女生宿舍不方便啊。女生宿舍本来就不方便，开视频就那么多事儿，我安个摄像头，我舍友不得以为我神经病啊？那你这感觉说你看我的时候跟我说，但是说你这摄像头不开，我也感觉24小时监控我，你感觉我舒服吗？但是我并没有24小时看你，你以为我想看你啊？还不是因为你没有给我安全感，你给你前妻打钱是回事儿，再加上后来你天天忙工作，你压根儿不理我，我就想看看你在干嘛。那你感觉这么不像个病态的监控吗？我没觉得。正常情侣之间不都有个个人隐私？而且我看电影里边有个女的给她男友也安了一个，人家挺开心的，还挺有趣的，为什么就你这儿就不行呢？正常情侣之间应该有个人隐私啊！我这基本上都我给你隐私了，我并没有24小时都在看你，而且我看你说我告诉你，你没看到，这就不怪我了。你看到些什么呀，姑娘？就是他在桌子上加班什么的，然后也没什么。对呀，那你怎么会说他没给你安全感？你指的没有安全感指的是什么呀？首先他跟他前妻是个事儿，这事儿我们知道了。然后再加上他每天晚上加班加班每天晚上聊天是同一个女同事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别跟人家聊天了。他说不行，我说那行吧，你加班那也行，你跟个男同事，还回答我不行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就是你在监控里发现了他跟一个女同事聊天是吧？并不是从监控里边，就是平常有时候他陪我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哦，主持人不是他说那回事啊。开始我就跟他说，我这个工作的性质要求有的时候不定时会加班，他也同意。这回那个跟女同事说工作的事儿，完了他不愿意了。有一天完了，他来单位接我，看见我跟女同事正这个说工作事儿呢，就劈头盖脸对那女同事冷嘲热讽，完了逼着她当面承认跟我没关系。我压根儿没觉得你俩会有暧昧关系，毕竟你长这样，人家看不上你好吗？完了，在我单位还大吵大闹。后来我们单位领导出来打圆场，本身也是好意。完了，他这就又数落起领导，说领导效率低，经常加班没啥意义。你们领导要真有能力的话，干嘛每天让你们这堆人全在加班？而且你干的就全是无用功。你要真有功的话，你工资早唰唰往上涨了，也没涨啊。我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不就这样吗？你也接受了，怎么处了1年左右你就变成这样了？咱俩谁变谁心里有点数，行吗？行，我们变了，我们分手行吗？行不行啊？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看人就是这样，当你嚣张跋扈的时候，大家都很讨厌你，但是你一哭，我们立马同情心又起来了，因为你毕竟年纪只有这么大。所以做什么事说什么话，有的时候真得想清楚。有些事儿做了就后不了悔，有些话说出了就收不回来。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，你应该很清楚，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自尊自爱。你如果要是真的爱他，我们这些话应该你来说。你明明知道他有一些事情是匪夷所思，完全不符合一个成年人的行为规范，你为什么不说？还有一些问题，什么他跑到你单位上去，这些事情这都是你弄出来的，你都可以制止的，你没有制止啊。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！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有没有真爱，但凡是相处一场，到头来觉得其实不是爱，只是个误会，那最起码对对方还得有一点帮助，有点尊重，而不是往死里整。你如今明白了吧？你明白了一个女人的善良是能够赢得大家尊重的吧？一个女人的狂妄会引起大家反感的吧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她可以说分手吗？她可以说分手吗？可以。她说分手不是要甩了你，任何一个人说分手都是指不合适。你能不能不要老把说分手当成是一种自己被抛弃？如果你那么害怕别人说分手是抛弃你，那说明是你自己已经抛弃了你自己。诚如你现在改变的这样，能够悔改，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你还是依然能获得大家的尊重。